如果我們去看1926年3月19號的蔣介石日記，會發現當時人在廣州的蔣介石精神狀態已經快崩潰了。他寫道，自己被小人陷害，連最親近的人也記恨他。他甚至已經讓妻子陳潔如收拾好了行李，連去上海的船票都買好了，打算隨時跑路。蔣介石這個人很奇怪，他在公開場合總是一副軍人姿態，腰板筆直，臉色冷硬，像是永遠不會動搖。但一翻他的日記，你就會發現裡面全是恐懼、怨恨、自責、祈禱，以及對身邊人的猜疑。他不是那種天生穩坐釣魚台的梟雄，反而是經常覺得自己被其他人侮辱、圍攻，甚至背叛了。這次他在怕什麼？因為他覺得這個時候的廣州對他來說已經是龍潭虎穴，上面有最高領袖汪精衛的政治施壓，隨時可能剝奪他的地位，背後有蘇聯顧問步步緊逼，想讓他交出兵權。而在基層，共產黨的勢力正在迅速壯大，偏偏這些人把他視為眼中釘。他覺得自己被包圍了，當時甚至有傳言蘇聯人要把他綁上輪船，直接流放到海参崴去。我們知道蔣介石從來都算不上孫中山的天然继承人，論資歷、論聲望、論地盤，在當時的國民党核心圈裡他都排不上號。那麼這個早年帶着濃厚江湖氣，甚至加入過黑幫組織的浙江青年，到底是怎麼一步步搶到國民黨最高權力的？今天這期視頻我们就来聊聊蔣介石前半生的黨國領袖上位史。上海灘的黑暗4年。蔣介石生於1887年，浙江奉化溪口鎮人，家裡是地方上的小商人。中國大陸叫他蔣介石，但其實介石只是他的字。他出生時叫蔣瑞元，成年後更正式的名字叫蔣中正，這也是台灣官方對他的習慣叫法。9歲那年，蔣介石的父親蔣兆聰病逝，由於家裡沒有成年男人撐腰，溪口鎮的主人就開始聯手侵吞他們家的田產。地方上的差役甚至因為糧稅糾紛，直接把年幼的蔣介石抓進縣衙關了半天。為了讓他出人頭地，母親王彩玉對他進行了極其嚴厲的棍棒教育，稍有犯錯便是責打。1906年，19歲的蔣介石為了尋找出路，剪掉辮子前往日本，但因為當時清政府和日本有協議，不招收自費留學生，他被迫回國，考入了保定陸軍速成學堂第1期。在保定接受了1年的正規軍事訓練後，通過陸軍部的選拔，他終於在1908年再度赴日，進入了專門為中國留學生設立的東京政務學校。在政務學校期間，蔣介石經同鄉陳其美的介紹，正式加入了孫中山創立的同盟會。如果用今天職場的眼光來看，這個時候的同盟會正處於最紅火的天使輪創業階段，全國各地的精英、憤青和野心家全把東京當成了秘密大本營。但剛剛入行的蔣介石陷入了一種極其尷尬的邊緣狀態。在早期的同盟會核心圈裡，蔣介石完全排不上號。當時要想在同盟會裡混出名堂，靠的是什麼？靠的是2條路，要麼你走理論派路線，比如章太炎、大筆一揮，文章寫的氣壯山河，滿清皇帝被他罵得狗血淋頭；比如胡漢民、汪精衛，這些人都是留法或者留日的法政高材生，各種理論一套接一套，上台能演講，下台能寫社論。要麼你走烈士路線，汪精衛當年親自跑去北京刺殺摄政王翟峰，留下了引刀成一塊，不負少年頭的絕命詩。這種拿命換來的政治聲望，在黨內就是無形資產。可這些東西，蔣介石一樣都沒有。同志們在高談闊論的時候，蔣介石只能在邊上不尷不尬地聽着。但也恰恰是這種底層的邊緣身份，逼着蔣介石死死抱住了同鄉陳其美的大腿。陳其美在同盟會裡是個異類，他不是什麼理論家，但他擅長組織幫會，結交地痞流氓，在江浙一帶的地下社會裡一呼百應。他是實幹派，手裡有槍，有行動力，也因此他成了孫中山非常倚重的
鐵桿小弟。1910年，蔣介石進入了日本陸軍的一個連隊實習，當上了一名士官候補生。每天的工作就是清掃馬廄、擦拭火炮，接受日軍教官非常苛刻的體罰和紀律訓練。日本軍隊非常講規矩，這也讓蔣介石養成了日後無論是走路還是坐着都一絲不苟的軍人做派。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蔣介石和同學張群向日軍請假，秘密返回上海。老鄉陳其美這個時候已經是同盟會在上海的指揮官，正在組織攻打江南製造局。蔣介石一到上海，陳其美立刻任命他為前敵大隊長。蔣介石挑選了100多名敢死隊員，身穿白衣，手持炸彈，帶頭衝鋒，幫助陳其美一舉拿下了江南製造局。拿下上海後，陳其美出任護軍都督。24歲的蔣介石則被提拔為護軍第一師副師長兼團長。從一個士官候補生到革命軍的團長，蔣介石只用了1年多的時間。革命嘛，只要大家有關係有本事，都能夠飛速爬升，就跟創業公司一回事。但沒過多久，同盟會內部就爆發了殘酷的權力鬥爭。光復會領袖陶成章在江浙一帶聲望非常大，甚至蓋過了陳其美。不僅如此，陶成章還是孫中山的主要政敵。他批評孫中山自己沒有任何勢力，也沒有實際功勞，就憑着到處說謊，居然騙取了總理的職務，而且還貪污公款，在香港和上海的銀行居然有存款20萬之多，並且他還參加了倒孫的活動，導致孫中山的地位岌岌可危。更關鍵的是，誰來控制上海，誰來控制浙江？陳其美是護軍都督，陶成章當時也在上海練兵，等於是在陳其美地盤上形成了另一個革命軍事中心，對陳其美來說也是一個直接威脅。於是1912年1月14號凌晨，蔣介石帶領刺客潛入上海廣慈醫院，把正在住院療養的陶成章槍殺在了病床上。這場暗殺引發了全國輿論的強烈譴責。不得已，孫中山在南京臨時政府公開下令，嚴擊兇嫌，依法懲辦。為了躲風頭，蔣介石在陳其美的安排下再度遠赴日本。殺陶成章一個普通的刺客就行了，用不上護軍的一個副師長親自出馬。但蔣介石這麼做，顯然是為了向陳其美和孫中山證明自己的忠誠。1913年，孫中山不顧其他黨內同志集體反對，一意孤行，發動了2次革命。他還趁機下令讓蔣介石回國，在上海參與攻打江南製造局。但由於袁世凱軍隊火力強大，這次軍事行動徹底失敗。此後幾年，反袁鬥爭屢屢受挫，革命黨人在上海的經費斷絕，蔣介石也只好自謀生路。1916年，陳其美死後，蔣介石在上海失去了靠山。他搞證券投資失敗，負債累累，為了躲避債主，就用蔣志清這個名字拜在了上海青幫大佬黃金榮的門下。黃金榮是上海青幫的頭號人物，門下弟子遍布碼頭、賭場、煙館。蔣介石拜門後，屬青幫物質輩，輩分和上海3大亨之一的杜月笙一樣。當然，蔣介石也不是去給青幫當職業打手的，只是需要青幫的保護網罷了。他幹的事主要還是金融投機和證券活動。蔣介石這個時候也沒有完全脫離革命。1918年初的時候，孫中山還把蔣介石叫去了廣東，給了他一個位置，原民粵軍總司令部作戰科主任。原民粵軍的總司令是陳炯明，孫中山希望他帶兵從廣東出發，東進福建，打出一塊屬於革命黨自己的根據地。蔣介石去了，待了幾個月，跟陳炯明麾下的粵軍系統格格不入。粵軍從上到下大多都是廣東本地人，地緣紐帶極強。蔣介石這個浙江人以外來參謀的身份插進去，在內部被排擠得很厲害。所以待到7月份，他就向陳炯明遞出辭呈，拂袖離去。後來他又反覆去過孫中山那裡幾次，但又很快離開。在那幾年，蔣介石在廣東政治圈裡的存在感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他沒有帶出過一兵一卒，沒有打過一場屬於自己的仗。他在上海的時候反而更忙。
1920年，他和陳果夫、戴季陶等人合作，在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當起了經紀人。他炒的並不只是股票，更重要的是棉花、棉紗這類大宗商品的交易，也就是早期的商品期貨投機。也就是在这個期間，蔣介石結識了在國民黨內部地位極高的江浙巨富張晉江。但僅僅1年多之後，上海證券交易所發生股災，金融泡沫破裂，蔣介石不僅血本無歸，還欠下了巨額高利貸。債主過了流氓，天天上門圍堵，蔣介石走投無路，最後靠着師傅黃金榮出面，在匯豐銀行擺了一桌酒席，暫時強行壓下了債務。何去何從？這個時候擺在蔣介石面前的只剩一條路，既然正行破產了，那就只能重新回到革命隊伍裡去撈偏門。在亂世裡，老老實實做生意可能會被債主逼死，但提着腦袋去幹革命，說不定能殺出一條金腰帶。於是張晉江掏錢贊助了他一筆路費，蔣介石買了張船票南下廣東，投奔孫中山。校長是怎樣煉成的？只是這次蔣介石一開始仍然沒能獲得孫中山的重用。孫中山讓他參與擬定京軍兩廣的計劃。然而1922年1月，蔣介石在軍事會上提議先回師鞏固廣州根據地，然後再圖北伐。孫中山沒有採納，蔣介石再次拂袖而去。其實這幾年蔣介石實際上一直在用辭職來試探自己的分量，每次離開，孫中山都會再次把他找回來，每次回來職位好像又大了一點點。久而久之，蔣介石也摸透了一件事，孫中山在很多人眼裡就是個滿嘴跑火車的政治吉祥物，肯真正服從他命令的有軍事專業背景又沒有獨立派系的人其實少得可憐。就在這種反覆拉扯中，蔣介石的機會終於來了。1922年6月16號凌晨，廣州觀音山總統府周圍突然火光四起。孫中山是粵軍總司令陳炯明主動引導廣東的，但陳炯明政治上堅持聯省自治，反對孫中山的北伐政策，兩人矛盾極大，無奈之下，陳炯明乾脆退隱惠州老家。但留守廣州的粵軍將領葉舉和洪兆麟等人也不願意聽從孫中山的命令去打仗，於是他們發動了兵變。他們調集了4個師的兵力，將孫中山的住所死死包圍。不過葉舉在此之前還專門派人去通知了孫中山，並且給了相當充分的時間，讓他可以離開總統府。大半夜的時候，孫中山把妻子宋庆齡留下，自己在衛隊的掩護下悄悄離開了總統府，坐車來到了珠江碼頭，登上了停泊在江面的永豐號軍艦，也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中山艦。在此之前，蔣介石已經回了奉化老家，孫中山幾次發電報催他南下，蔣介石拖拖拉拉一直沒有動身。然而得知陳炯明的手下發動了兵變，蔣介石立刻收拾行李，在6月29號登上了永豐艦，見到了孫中山。孫中山見到他說了一句後來被反覆引用的話：蔣軍來此，足抵2萬援軍。這句話與其說是軍事判斷，不如說是一個孤立無援的老人對忠誠本身的渴望。孙中山上了永豐艦後，為了報復，下令永豐艦炮轟廣州城的商業區。粵軍沒打着幾個，平民死傷倒是挺多，弄得天怒人怨，海內外媒體都在批評他。而永豐艦周圍，海軍司令溫樹德已經接受了粵軍的26萬賄賂，帶了3艘大艦悄悄離開黃埔，轉向了叛軍。孫中山身邊能依靠的就是幾艘無處可去的小炮艦。這個時候冒險上船的蔣介石對孫中山心理上的撫慰可想而知。隨後42天，孫蔣兩人在珠江的這艘軍艦上朝夕相處。由於援軍遲遲不到，局勢一度瀕臨絕境。蔣介石協助擬定了反擊部署，在最危險的時候，他命令艦隊集中火力，強行通過了炮台的封鎖線，殺出一條水路，把艦隊開進了白鵝潭。白鵝潭有英法軍隊駐紮，粵軍的炮火不敢延伸到這兒。一直到8月9號，孫中山眼看難以翻盤，於是離開廣東去了上海，蔣介石隨行護送。
回到上海後，蔣介石寫下了《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詳細記述這42天的經過。孫中山親自為他作序，說蔣介石日思愚策，籌措多宗，樂以與及海軍將士共死生。這本薄薄的冊子是蔣介石此後所有政治資本的第一塊磚。然而，僅憑這42天還不夠。孫中山在永豐艦上被困的那些日子裡，更觸動他的是另一件事：他的軍隊全是別人的軍隊。粵軍是陳炯明的，滇軍是各個地方將領的，就連海軍艦隊一點錢就可以買通叛變。他有革命的旗幟和三民主義，有國民黨領袖的身份，卻沒有一支真正聽命於他的部隊。這個問題困擾了他將近15年，他的每一次失敗都在重複同一個答案：一個政治領袖如果沒有自己的軍隊，在中國的叢林世界裡什麼都不是。1922年10月，逃回上海不久的孫中山就開始跟蘇聯談起了合作。此前，他曾多次向西方列強求援，但都無功而返。蘇聯也想在中國扶持起自己的代理人，之前找過吳佩孚和陳炯明，但這兩人都直接拒絕。蘇聯的條件是聯俄、容共、扶助農工，按照列寧主義改組國民黨。孫中山接受了。1923年8月，蔣介石作為孫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長赴蘇聯考察，歷時將近3個月。他參觀了伏龍芝軍事學院，見了紅軍指揮員，詳細了解了黨代表制度在軍隊裡是具體怎麼運作的。蘇聯軍隊的每個團都有來自黨的政治委員常駐，命令必須要經政委署名才能生效。這套體制是列寧建設紅軍時摸索出來的，它的核心邏輯是用黨的組織紀律馴服軍隊，使軍隊成為政治意志的執行工具，而不是個別將領的私家武裝。但就在這次考察中，蔣介石開始对蘇聯人產生了戒心，並寫進了日記裡。他認為蘇聯對中國的援助根本上是為了服務於蘇聯自身的地緣利益，絕非真心的革命友誼。但疑惑歸疑惑，孫中山也只剩下蘇聯這條大腿可以抱了。靠着蘇聯人的軍火和金錢支持，孫中山召集各路軍閥打回廣東，趕走了陳炯明。1920年1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通過了籌建陸軍軍官學校的決議，校址選在離廣州城區不遠的黃埔長洲島。孫中山起初考慮過讓陳乾當校長，蔣介石做副手。陳乾之前在軍隊中地位比蔣介石高得多，而且辦過軍校，但蔣介石大怒，憤然離開了廣東。這個時候，蘇聯人幫了蔣介石一把。蔣介石之前帶團去蘇聯考察過，在蘇聯人看來，他應該比陳乾要親蘇得多，能夠更好地貫徹蘇聯人的意志。因此，蘇聯顧問鮑羅廷從中斡旋，孫中山最終在1920年5月2號正式任命蔣介石為黃埔軍校校長。黃埔軍校開校時，武器嚴重不足，真正能用的槍械只有幾十支，只夠守門，訓練大多只靠木槍和口令。關鍵時刻又是蘇聯出手。1920年10月8號，蘇聯就運來了第一批武器，8000支俄式長槍，每槍配了500發子彈，另外有一部分手槍。黃埔這才真正有了現代軍校的樣子。當時黃埔軍校的教育長王百利就在回憶錄裡寫道：全校之長官以至於學生，無不興高采烈，說今後革命有家伙了，不愁了。蘇聯的援助在此後持續注入，到北伐開始前，蘇聯先後向廣東運送了步槍超過5萬支，機槍1000餘挺，各型火炮幾十門，另外還資助了總計超過250萬盧布的辦學經費。蘇聯還派出了一個軍事顧問團，團長是嘉寧將軍，40多人，把隊列操練、射擊訓練、炮兵戰術和無線電通訊全部搬進了黃埔課堂。蘇聯紅軍的黨代表制度也照搬了進來，軍官負責打仗，政委負責管黨管思想，兩條線平行運作，互相監督。蔣介石雖然不信任蘇聯，但雙方在1924年到1927年之間維持了一段基於共同利益的親密合作。蘇聯需要國民黨推進北伐，打擊親日軍閥，以保護自己的遠東戰略縱深。
國民黨需要數年的軍火和金錢以及組織經驗來建立一支從零起步的黨軍。蔣介石正好坐在這個交叉點上，用數年的援助迅速壯大了黃埔系的勢力。軍校的後勤和財務，蔣介石交給了從上海專程調過來的陳果夫和陳立夫兄弟，他們是陳其美的親侄子。陳果夫每天守在軍校倉庫裡，逐一核對從蘇聯運來的步槍編號，管着彈藥發放、軍需賬目和人員名冊。黃埔的規矩是，不管哪一派的教官和學生要領槍領彈，都得經過陳果夫這一關，最終由蔣介石簽字放行。蔣介石本人的作息極其固定，每天早上5點軍號一響，他必定已經站在操場主席台正中，黃色的軍服、馬靴、武裝帶，胸前別着校長胸章。他的奉化口音很重，但訓話從來不含糊，連坐紀律嚴苛到近乎殘酷，出操遲到全排罰跪，內務不整關禁閉。戰場上連長怯戰，排長可以斬連長，排長怯戰，班長可以斬排长。但除了嚴苛的軍法外，他還有另一套拉攏人心的手段。熄燈之後，他會分批把人叫到校長室來單獨談話。進來的學生在門口立正，報上名字，蔣介石給他倒一杯白開水，問他從哪裡來，家裡什麼情況，說幾句勉勵的話，然後再送走。這些談話的記錄由陳立夫整理歸檔，一個人一條，非常詳細。這種做法沒什麼稀奇的，中國傳統裡師生關係歷來帶有近似血緣的忠誠要求。黃埔學生不叫他司令，而是叫他校長，這一聲稱呼背後的心理結構和同僚之間的關係全然不同。所以黃埔對蔣介石來說，不只是一所軍校，也是一個制造私人恩主關係的地方。學生從進校那一天起，就在被不斷提醒，黨國給了你前途，校長給了你飯碗，未來你在軍中的升遷也要靠校長點頭。這些黃埔生後來散布在國民革命軍各部，成了整個國民黨軍事體系裡的最核心。胡宗南、陳誠、杜聿明、鄭洞國全都出自這裡。這也是蔣介石之後幾十年政治生涯裡最重要的政治本錢。1920年10月，廣州商團暴動。商團是廣州商人私下武裝起來的民兵。這一次是因為私運槍支和稅收糾紛被記錄，在街頭大打出手，死了不少人。盤踞在廣州的幾支舊軍閥部隊原地不動，沒有一支肯出來管事。南方國民政府在廣州的立足之地一時岌岌可危。這個時候讓人沒想到的是，蔣介石率黃埔學生軍出動了。這是黃埔第一期學生第一次上真正的戰場，用的是蘇聯運來的炮，打的是廣州的本地商人武裝。商團扛了幾個小時，防線垮掉，學生軍大獲全勝，收穫了商團私藏的1萬多支槍。這一仗，蔣介石其實沒有得到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的正式授權，但仗打完不久，黃埔軍校的牌子旁邊就掛起了一塊新牌子：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蔣介石親自擔任軍長。混亂式階梯。1920年11月，孫中山離開廣州北上，途經上海市，跟送行的蔣介石說了一句話：這次進京不知道能不能再回來。他知道自己的身體已經撐不了多久了。一到北京，他就病重住進了协和醫院。1925年1月，西医診斷結果是肝癌，而且是晚期。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當天晚上就緊急開會，討論的不是怎麼治病，而是趕緊為孫中山準備遺囑。遺囑的起草工作落在了汪精衛手裡。汪精衛是唯一陪孫中山北上的核心人物，也是孫中山身邊最得力的文膽，威望極高。由他來執筆，沒有人有異議。他花了將近1個月的時間擬好了2份文稿，一份國事遺囑，一份家事遺囑，另外還有一封致蘇聯遺書，由蘇聯顧問鮑羅廷參與起草。1925年3月11號，廖仲愷的夫人何香凝到病房探視，發現孫中山雙眼已經開始閃光，出來就對眾人說：現在不可不請先生簽字了。於是大家走進病房，宋慶齡拖着孫中山的手腕，幫他在遺囑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第二天早上9點半，1925年3月12號，
孫中山在北京鐵獅子胡同停止了呼吸。消息傳回廣州的時候，國民黨所有人都意識到孫中山沒有指定任何接班人，他留下的那份國史遺囑叮囑同志們繼續三民主義，召開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但對於誰來掌舵、怎麼掌舵，一個字都沒有提。於是有4個人選開始浮出水面。第一個是汪精衛，汪精衛全程陪孫中山走完了生命最後的一程，還親自起草了總理遺囑，在遺囑上第一個簽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這句話，表面上是孫中山留給世人的，其實完全是汪精衛的手筆。孫中山只是在要死的時候簽了個字而已，這讓汪精衛在道義上天然的成了總理遺志的代言人。更關鍵的是，汪精衛當時年僅43歲，形象好，演講極具煽動力，加上早年刺殺清朝摄政王的事跡，以及多年來在道德上近乎完人，在黨內外一直有非常高的声望。另外，他比較中立，雖然算不上左派，但左派也不排斥他。然而，汪精衛有一個短板，他沒有任何軍權，他的政治能量全部建立在黨內的人望和道義資本上，是徹頭徹尾的文人政治。第二個是胡漢民，他是同盟會裡最早追隨孫中山的一批人之一，還當過總統府秘書長，在黨內的資歷比汪精衛還深，理論能力也非常強。黨內有一種說法，胡漢民是做工的，汪精衛是行工的。孫中山北上的时候，留下來代理大元帥職務的就是他。但胡漢民對共產黨很有意見，是國民黨右派的代表，左派對他恨之入骨。孫中山去世之後，他自己也清楚自己人缘不好，威望跟汪精衛根本不能比，沒有孫中山支持，在黨內其實很難服眾。所以他在孫中山剛去世時就主動提出，大元帥府應該改組成委員制，大家共同負責。這句話固然有幾分大局觀，但也說明他有自知之明。另外，胡漢民在軍隊方面同樣沒有直接的控制力。第三個是廖仲愷，這個人在國民黨左派裡的地位非常特殊，他同時掌管着黨的財政、工農運動組織，以及和蘇聯顧問團之間的日常聯絡渠道。他在黃埔軍校擔任黨代表，蘇聯的捐助款項有相當一部分要經過他的手分配。他的背後站着蘇聯顧問鮑洛廷以及省港罷工委員會的幾十萬工人。但是廖仲愷主張聯俄容共，積極推動國共合作，這種激進的路線讓他把士紳地主和黨內的右派全得罪光了。粵軍的秘密電報裡已經開始流傳着必先除掉的暗號。第四個是許崇智，許崇智是這幾個人裡唯一真正手握軍隊的，他是建國粵軍總司令，底下的兵員比黃埔學生要多得多，資歷也比蔣介石老得多，在傳統的軍事圈子裡聲望很高。但粵軍是舊式軍閥體制裡長出來的軍隊，軍官靠地緣裙帶關係攏在一起，缺乏現代政黨組織的內聚力，也缺乏意識形態上的正統包裝。許崇智有兵，但他的兵不是黨軍，沒有政治代表性，這樣他在國民黨內部的話語權其實並沒有特別大，除非兵變，否則基本沒可能接班。蔣介石這個時候在哪裡呢？他在廣州，在黃埔。孫中山去世的消息傳來，蔣介石就在軍中發布了哀告全軍將士書，親自回廣州參加公祭儀式，隨後又回到黃埔。這段時間他非常安靜，在所有公開場合都以純粹的軍事幹部自居，不發表政治主張，也不表態站隊。然而私底下，蔣介石對軍隊的清洗和控制一刻也沒有停止。他利用陳果夫掌管的後勤名冊，把那些同情胡漢民右派言論，或者在省港罷工中表現出獨立傾向的基層軍官，一律以違抗軍紀的名義革職或者關禁閉。到了1925年的夏天，受到中共的煽動，省港大罷工的工人糾察隊已經開始在華界街頭武裝巡邏，跟保守派商民的衝突每天都在發生。胡漢民的右派團體成立了中央俱樂部，公開要求驅逐蘇聯顧問，罷免廖仲愷。而廖仲愷則調動工人武裝，查封了右派的報館。見勢不妙，許崇智的粵軍也開始把部隊開進市區，以防不測。就在這個千鈞一髮的時刻，
鮑洛廷、廖仲愷和許崇智都表態支持汪精衛，這個看上去唯一能彌合國民黨內部分裂的人。1925年7月，廣州國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衛當選國民政府主席。然而，汪精衛上台並沒有結束國民黨內部的分裂。1925年8月20號上午，在廣州越秀南路國民黨中央黨部的大門前發生了一起刺殺案。廖仲愷和妻子何香凝坐車來開會，車剛停穩，廖仲愷下車才走了幾步，暗處就突然衝出來6、7個人，舉槍就射。廖仲愷身中4槍，全都是要害，送去医院的路上就斷了氣。廖仲愷的衛士當場擊傷了一名刺客，活捉，從這個人身上搜出的證件指向了越軍將領朱卓文。朱卓文的背後則是胡漢民的堂弟胡一生。胡一生和朱卓文知道風声不對，在抓捕命令發出之前就已經潛逃香港，沒被抓到。消息傳出，廣州全城譁然。廖仲愷在黨內的位置太特殊了，無論是左派還是蘇聯顧問都把他視為自己最重要的依靠。蘇聯顧問鮑洛廷立刻做出反應，他提議立即成立一個掌握廣州最高權力的特別委員會，專門處理廖案和應付時局，成員只有3個人：汪精衛、許崇智和蔣介石。按正常的排名邏輯，這個位置應該是汪精衛、胡漢民和許崇智，但是胡漢民的堂弟涉案，胡漢民本人就成了調查對象，他坐不進來，空出來的席位就蔣介石填上。這是蔣介石第一次進入國民黨的最高權力層。廖仲愷案發生的第2天，蔣介石出任廣州衛戍司令，隨後他下令全省搜捕胡一生等人，同時派黃埔學生軍包圍了胡漢民的寓所，強行進去搜查。搜查結果一無所獲，但蔣介石沒有放人，他以保護胡漢民為由，把這位黨內資歷最深的元老直接送進了黃埔軍校，軟禁了起來。胡漢民一再申辯，說自己對堂弟的行動毫不知情，但申辯沒有什麼用。汪精衛在公開場合說，胡一生的事胡漢民事先不知情，不應該讓他負責。話雖然說得漂亮，轉身卻私下告訴胡漢民，現在輿論對你太不利了，你不如先去避一避。胡漢民在廣州無處立足，只能以赴蘇聯考察的名義離開了廣州。胡漢民走了之後，許崇智還在。許崇智手裡有兵，是蔣介石更進一步的最大障礙。但廖案把越軍將領朱卓文和梁鴻楷等人牽扯了進來。許崇智作為越軍總司令，部署出了這麼大的事，治軍不嚴的罪名是很難擺脫的。當時輿論就有人要求追究許崇智的責任。這個時候，蔣介石突然給許崇智送了一封信，還帶去了5萬大洋。信裡說，越軍已有變動，請總司令去上海暫避一下，由我代為安排整頓，6個月後再請回來，共同主持北伐。許崇智收了錢，真的走了。許崇智離開廣州之後，蔣介石當即命令黃埔學生軍和自己的直轄部隊陸續對越軍各部實施繳械，把他們分批改編。越軍這是廣東本地最大的武裝力量，從此以後落到了蔣介石手裡。那封信裡說的6個月後再請回來，許崇智再也沒能等到那一天。廖仲愷案從槍搶到塵埃落定前後不過1個多月，但100多年過去，一直到今天，幕後兇手到底是誰，一直沒人有個明確的答案。國民黨的權力格局在這1個月裡完成了一次徹底洗牌。之前那個孫中山死後留下的4巨頭格局，汪精衛、胡漢民、廖仲愷、許崇智已經永久的不復存在。廣州國民政府剩下的是汪精衛主政、蔣介石主軍的雙頭體制。中山艦之亂。1926年3月17號，蔣介石在日記裡寫下了這樣一句話：所受苦痛，自不能說，不忍說，是非夢想所能及者。政治生活至此，何以以佛入地獄耶？這句話寫在中山艦事件發生的前3天。要看懂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得從幾個月前開始說起。1926年1月起，蔣介石和蘇聯共產黨團長季三家之間的關係開始急速惡化。導火索是北伐的實際問題。蔣介石這個時候積極主張立即北伐，認為時機已經成熟。季三家則認為條件不足，反對倉促出兵，
並提出讓蔣介石帶着部隊走海路北上，去天津援助馮玉祥的國民軍，甚至提議蔣介石親自到海參崴練兵。在蔣介石听來，這哪是什麼軍事建議，這是要把他調離廣州，剝奪他的權利。蔣介石在2月的日記裡就記下了對季三家的看法，說同是一計我，舞弄我。他還說季三家跟他談話語多歸諷。到了3月，他的日記語氣更加激烈，對蘇聯顧問的不滿已經完全壓不住了。與此同時，他跟汪精衛的關係也開始緊張起來。汪精衛是廣州國民政府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在政治路線上依靠蘇聯，在軍事和人事上跟季三家保持默契。對蔣介石來說，蘇聯顧問和汪精衛，一個在軍事路線上處處掣肘，一個在政治上讓他難以真正进入文字體系。3月17號，黄埔軍校內部有人散布謠言，說共產黨正在策動海軍武裝政變，要對蔣介石不利。據後來的研究，散布這個謠言的是孫文主義學會的骨幹王柏林。蔣介石在日記裡把這一天的心情寫成以佛入地獄，到底是真的信了謠言，還是這些謠言恰好給了他一個下手的借口，已經很難從日記裡分辨清楚。3月18號，黄埔軍校驻省辦事處的一個公證人員以軍校名義通知海軍局，要求派軍艦去保護一艘遭匪徒劫持的商船。海軍局代局長，同時也是共產黨員的李之龍，隨後派出中山艦和保庇艦前往黃埔。軍艦到了黃埔，向教育長鄧演達请示任務。鄧演達說他什麼都不知道。3月19號，蘇聯考察團想參觀中山艦，李之龍打電話給蔣介石，問可不可以把船調回廣州。蔣介石在電話裡說，我沒要你開去，你要開回來就開回來好了，何必問我做什麼呢？於是船就回去了。這一來一回就是整個調艦過程。但與此同時，廣州城裡已經有人拿着這個來回調動的動作四處散布信息，說這是共產黨和蘇聯顧問要陰謀綁架蔣介石，準備把他押送到海參崴去。他們是真的相信還是主動制造的這個消息，時至今日仍然是個歷史懸案。3月19號整整一天，蔣介石在廣州市區和黃埔島之間頻繁往返，試圖查清到底是誰下令調動的中山艦。然而這個時候廣州處於極度嚴重的信息不對稱中，辦事處的人閃爍其詞，李之龍在電話裡解釋說是奉了校長的命令，而蘇聯顧問團的機要秘書則拒絕正面回應。3月19號深夜，蔣介石做出了決定，他原本已經出發前往汕頭，又中途折返了廣州。當天深夜，他在日記裡寫下了為小人所陷害，且為至親所仇擊，並交代妻子陳潔如準備好行李，還買好了去上海的船票。然而他讓妻子先在旅館等着，自己出了門。3月20號凌晨，廣州全城宣布戒嚴，蔣介石的部隊在夜色裡分頭行動，一路直接去扣押了中山艦，另一路在李之龍家裡把李之龙給逮捕了。而第一軍和黄埔軍校裡的共產党員也被扣押。同時，省港罷工委員会的工人糾察队被强行解除了武装，收繳步槍上千支。最要命的是，蘇聯顧問團的住宅也被軍隊包圍，顧問們被困在裡面，沒法出門。整個廣州一夜之间變了天地。天亮之後，蔣介石宣布，這是針對共產黨陰謀暴動的緊急處置，聯俄容共的政策並未動搖。這一夜之後，所有人都在等着看接下來會發生什麼。蘇聯的選擇是這場博弈的關鍵。當時蔣介石手裡的部隊並沒有佔據絕對優勢，但他深知蘇聯在中國經營多年，砸下了大量的軍火、經費和顧問資源。北伐是整個投資最終變現的時刻，莫斯科不可能為了一個季三家放棄整盤大棋。他越權動作再大，蘇聯也得忍着。事情的發展驗證了他的判斷。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緊急回到了廣州主持大局。蔣介石給了他一堆季三家試圖架空黃埔的材料。莫斯科為了繼續推動北伐，不得不公開承認蔣介石的兵變是迫不得已的自衛，還撤換了季三家以及幾十名跟蔣介石不和的蘇聯軍事要官。
數年的軍火和援助仍然持續流向廣州。中共中央也在共產國際的指示下，接受了蔣介石提出的一系列條件，從第一軍和黃埔軍校撤出了共產黨員200多人，沒有做正面對抗。汪精衛的反應則完全不同，他在這件事裡被完全架空了，戒嚴令、扣押軍艦和包圍蘇聯顧問住宅的事情都沒有經過他的同意。事後，蔣介石向軍事委員會提交的報告承認自己專擅之罪，誠不敢辭。錯倒是認了，但也僅僅是認錯而已。汪精衛拿蔣介石一點辦法沒有，他感受到了嚴重的羞辱。3月23號，汪精衛沒有召開黨部會議反擊，而是遵循文人愛惜羽毛的習慣，留下了一封稱病退職的正式公文，隨後買了一張前往歐洲的船票，負氣遠走法國。到了6月，北伐出師在即，蔣介石擔任了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用一種近乎流氓掀桌子的方式，在一团混亂中完成了他政治生涯裡面最驚險的一次躍升。北伐路上的背刺。1926年7月9號，廣州舉行了北伐誓師典禮。蔣介石站在台上，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身份宣誓出師。他面對的是一個數字上完全不對等的局面。國民革命軍出發時約10萬人，而三大軍閥吳佩孚、孫傳芳和張作霖加在一起，直接掌握的軍隊超過了70萬。紙面上這是一場以1敵7的仗，但實際上不是這麼回事。其他軍閥之間根本不合作，而且互相扯後腿。蘇聯顧問加林將軍為北伐制定了整體戰略，集中兵力各個擊破，先打吳佩孚，讓孫傳芳暫時中立，暫時不碰張作霖。這個策略本質上就是不給對手聯合的機會。北伐軍出了廣東，直奔湖南、湖北，就是要直接啃掉吳佩孚的主力。吳佩孚是北洋系統裡少見的武將，接受過新軍的正規訓練，把岳飞視為偶像，在直系将領裡非常重視軍紀，有不擾民的名聲，私下有玉帥的稱呼。然而，國民革命軍的每個部隊都有黨代表，部隊推進到一個地方之前，當地的共產黨地下組織和工農運動團體就已經把情報提前送到前線。還有無線電台，國民革命軍的指揮部和各軍之間可以實時通訊，前線戰況幾小時內就能傳回總司令部，蔣介石可以在數百里之外調整部署。而吳佩孚的各部之間沒有統一的通讯指揮體系，發生戰鬥時命令靠人騎馬送，吳佩孚的命令從出發到執行往往要1-2天。因此，這不是一場勢均力敌的較量，這是組織形態上的降維打擊。北伐軍從廣州出發，8月底就連續重創了吳佩孚的主力。10月10號，武昌被攻克，吳佩孚的部隊全線崩潰。相比之下，孫傳芳的部隊連吳佩孚都不如。11月，北伐軍就轉向東線，在江西殲滅了孫傳芳主力，相繼拿下了九江和南昌。12月，不戰而下福州。到了1927年3月，攻占南京，隨後進入上海。蔣介石出兵不到9個月，長江以南就全線易手。然而，軍隊走得越遠，後方的問題就越大。北伐軍推進到兩湖的時候，這一帶的工農運動已經被徹底激活，湖南、湖北的農會成員暴增，農民開始衝擊地主鄉紳的宅院，焚燒地契，搶錢搶女人，趕走縣官，自行組織武裝。商人、銀行家和工廠主，以及那些在北伐軍佔領區擁有土地和產業的有產階級，他們的想法是，這場革命已經不受控制了。甚至連蔣介石賴以立足的黃埔軍官們也開始怨聲載道，因為他們的家庭大都屬於中小地主或者工商業者，前線的士兵在流血打仗，後方的家產卻在被強行瓜分，甚至連父母都被綁起來游街示众，還有被吊死在樹上的。另外，北伐軍也强烈刺激了西方列強。1927年初，武漢的民众在中共的帶領下，強行闖入英國租界，把英國人趕了出去。這是近100年來中國人第一次用這種方式收回租界地。這次收回租界相對來說沒出大亂子，英國也在後續談判中讓出了租界。然而，同年3月，北伐軍攻入南京，一批軍人帶着來歷不明的人士洗劫了外國領事館、教堂、學校、醫院和外國商家，造成了不少外國人的死亡。英國、美國、法國、日本和意大利的都有。而且
其中一些還是非常重要的外交官或者是教育界的知名人士。英美軍艦隨後炮擊亂軍，造成了不少中國人死亡。事後，蔣介石和國民党右派把南京事件歸咎於共產黨和蘇聯顧問的煽動，但從實際情況來看，南京事件背後雖然的確有共產黨士兵在帶頭搶劫，但也有一部分是國民革命軍軍紀失控和反帝情緒被激化。無論真相如何，他都給了蔣介石一個極有力的理由：共產黨和激進群眾運動已經在把國民革命拖向同列強直接衝突的危險邊緣。事實也是如此，連續發生這種事情，各國列強對這場中國革命已經拉響了紅色警報。與此同時，留守武漢的國民黨左派和中共高層也開始對蔣介石心生疑慮。隨着北伐的推進，蔣介石在軍隊裡的威望越來越高，以至於無人能夠挑戰。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的文字體系在前線軍事推進的過程中幾乎被架空，軍隊打到哪裡，蔣介石的決定就在哪裡生效，中央的命令經常追不上軍隊的腳步。武漢國民政府在蘇聯顧問鮑洛廷的策劃下，開始秘密聯絡各方，催促正在法國考察的汪精衛立刻回國主持大局。在武漢滑稽的街頭也開始出現各種反蔣的標語，比如打倒軍事獨裁、剝奪蔣介石軍權之類。1926年底，在國民黨一片歡呼聲中，汪精衛從法國回来了。他一回来，國民政府的決策機構就開始重新運轉。1927年初，武漢國民政府正式運作，中央黨務和政務實權都集中在武漢，而蔣介石的總司令部這個時候在前線的南昌。國民党軍政出現了兩套權力體系，這又必然導致衝突。1927年3月，武漢國民政府召開了2屆三中全會。在這場蔣介石缺席的會議上，會議否決了蔣介石主張定都南昌的方案，還通過了一系列決議，把中央常委會、軍事委員會和國民政府全部改為主席團制或者常委制，實行集體領導，不再是那種可以一言而決的主席。這等於是撤銷了蔣介石的中央常委會主席的黨內要職，壓縮了他對黨政系統的控制權。不僅如此，鮑洛廷還直接切斷了对南昌總司令部的盧布和軍火供應。這些消息傳到蔣介石耳朵裡的時候，他的部隊剛剛拿下南京，正在向上海逼近。他的軍隊一時半會兒仍然還在掌握之中，但軍隊需要軍饷，北伐推進越快，財政的缺口就越大。沒有了蘇聯的軍援，沒有了武漢政府的財政撥款，他的軍隊最多只能維持半個月，就會發生嘩變。怎麼辦？那幾天，他的日記裡寫滿了對武漢叛徒和蘇聯顧問的切齒痛恨。好在上海就在眼前，那是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和金融中心，那裡集中了全國最龐大的財富和最恐懼底層革命的有產階級。他決定不再理會武漢政府，命令黃埔第一軍和白崇禧的東路軍加快推進速度，全速向上海開進。他去上海尋找能夠代替蘇聯為他的軍隊提供充沛現金的新盟友。血腥加冕。1927年3月21號，在周恩來的組織指揮下，上海工人發動了第3次武裝暴動，通過30個小時的巷戰，工人糾察隊打垮了驻守上海的北洋軍殘部，隨後迎接北伐軍入城。但在蔣介石看來，這2萬多人的工人武裝以及他們背後那個上海總工會組織是一支獨立存在的軍事力量，而且這支力量效忠於共產黨。3月26號，蔣介石抵達上海後，首先登門拜訪的是余洽清。余洽清是山北輪船公司的老板，市民銀行的监事，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的理事長，同時也是把上海所有重要银行、錢莊、工商团體串聯在一起的商業聯合會的主席，堪稱上海商界第一人。上海工人糾察隊控制了闸北、南市和浦東大片地区，工會組織滲透進各行各業，大批工厂的勞資關係陷入僵局，上海的工商業運轉已經嚴重受阻。部分激進的工人甚至開始在工廠裡搞產權沒收。余洽清開門見山，只要蔣介石肯把工人武裝和共產黨組織徹底清除掉，恢復上海的商業秩序，江浙財團就出錢支持他。蔣介石自然是一口答應了下來。於是4月1號到4號，上海的銀行界和錢莊業墊付了第一筆300萬的短期借款。
此後，商業聯合會又認捐了500萬。拿到錢的同一天，上海法租界工董局和公共租界工部局秘密簽署了特許令，允許蔣介石的軍隊攜帶武器秘密穿過租界，從後方對闸北的工人糾察隊形成包圍。蔣介石事後對商界說了一句話：此次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淺顯。錢到位了，但還有一個問題，他不能直接用自己的軍隊去對付工人糾察隊。原因有2個：第一，上海西区有英美軍隊駐紮，任何軍事行動一旦跟外國軍隊發生摩擦，後果無法控制。第二，他的北伐軍隊裡有大量共產黨員，命令他們去打工人不一定能保證執行。所以蔣介石另外找了一批人，他派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去見了青幫的2位大佬黃金榮和杜月笙。杜月笙在這件事情上最為積極主動，他認為參加清黨是他進入政治舞台的敲門磚。他把青幫各路人馬召集起来，成立了一個叫中華共進會的組織，披着工會的外皮，在上海各工會裡安插人手。4月11號深夜，上海總工会的工人委員汪壽華收到了一張帖子，請他去杜公馆赴宴。汪壽華去了之後就沒人再回来。4月12號凌晨2、3點，中華共進會的武装人員分頭出動，衝進闸北、蘭市和浦東的工人糾察隊駐地，開槍繳械。與此同時，蔣介石的第26軍配合行動佔領了上海總工會。槍聲打了一夜，到上午10點，上海工人糾察隊被全部解除武裝。從4月12號到4月15號，上海有300多人被殺，500多人被捕，還有幾千人下落不明。同樣的清黨行動從上海向全國蔓延，隨後在廣東、浙江、江蘇和福建各省展開。歷史上稱它為412清黨。武漢國民政府立即做出反應，宣布開除蔣介石的黨籍，免除其一切職務，還發出討蔣令。共產國際也認為蔣介石背叛了革命，要求武漢方面對他徹底清算。蔣介石沒有理會。4月18號，他在南京宣布成立國民政府，與武漢正式分裂。他有充分的底氣這麼做。4月14號，清黨還沒有完全結束，上海銀行工會和前業工會就再次聯手發表聲明，全力支持蔣介石在南京組建新的國民政府。在余下清的親自協調下，江浙財閥在隨後的幾個月內，通過發行國庫券，源源不斷地把高達數千萬銀元的巨額現金直接借給了南京的財政部。這筆龐大的現金流讓南京國民政府得以順利運作了起來，也讓蔣介石有了足夠的底氣去和武漢政府進行長期的政治對號。2個國民政府並存了將近半年，蔣介石有南京、有江浙財團的錢，有青幫幫忙維持上海的秩序，但沒有黨的正統民意。武漢有黨的中央機構，有汪精衛的名望，有左派的旗幟，但失去了上海和江浙財閥的支持，軍費日益枯竭。更要命的是，共產黨的激進工農運動越來越難以駕馭，連武漢自己的軍事將領也開始對共產黨的各種運動感到恐懼。在這個期間，汪精衛漸漸發現，中共的目的就是打算在蘇聯的支持下，從內部顛覆國民黨，並取而代之。於是1927年7月，汪精衛宣布分共，把共產黨人從國民党政府中驅逐出去。當然，他的手段沒有蔣介石那麼血腥，相對和平一點。表面上，蔣介石在這一局贏了，但戲劇性的是，其實蔣介石緊跟着就下野了。時間是1927年8月13號，他發出通電，辭去了国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職務，收拾行李回到了浙江奉化老家，隨後東渡日本。原因是北伐軍的徐州戰役剛剛失敗，桂系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對他的不滿公開化。汪精衛那邊雖然已經驅逐了共產黨，但仍然非常警惕軍事獨裁，把倒蔣當成了首要目標。而失去了共產黨這個大敵，蔣介石這邊的人對他的支持也不再堅決了。在軍事會議上，他當眾向心腹何應钦使眼色，示意讓人出來挽留他。結果何應钦低頭不語，一個字沒說。蔣介石臉色發白，拂袖而去。蔣介石下野之後，寧漢兩邊都開始清算他。9月11號，寧漢滬三方代表在上海開會，21個人坐下來商談合作，
蔣介石、胡漢民、陈公博和顧孟餘這些國民黨大佬全都沒有出席。會議結束，南京國民政府和武漢國民政府宣告合併，史稱寧漢合流。9月17號，新政府在南京宣誓就職，仍然叫南京國民政府。汪精衛以為蔣介石一走，正統就歸自己了，沒想到桂系和西山會議派聯手成立了中央特別委員會，實權掌握在桂系手裡，也就是李宗仁和白崇禧。黨務由西山會議派的老人們把持，把汪精衛也排在了外面。汪精衛在9月也被迫下野，他心裡又是恨桂系，又是恨蔣介石，但手裡沒有一直歸他調動的軍隊，什麼都做不了。但其實蔣介石最擅長的恰恰就是這種下野。他年輕時就在孫中山面前反覆辞職，看自己到底值多少錢。到了1927年，他不過是把這套方法放大到了整個国民党。他一走，所有人都很快發現趕走蔣介石容易，但要同時維持局面卻並不容易。比如桂系就有一個問題他們解決不了，沒錢。當時國民政府每個月的財政收入平均不到200萬，月支出卻高達1700萬。蔣介石在的時候，他背後有江浙財團，有上海的稅收，有江海關的關稅。南京政府每個月能有1500萬的收入。桂系打仗行，但接手了這個攤子後，發現根本湊不夠軍費。北伐還要繼續打，錢從哪裡來？桂系只能靠開動印鈔機來解決，但這會導致通貨膨脹，是最糟糕的辦法。大家對桂系的不滿也開始集聚起來。這個時候蔣介石就有牌了，他在日本只待了幾個月，11月就回國了。表面上他已經沒了職位，但他的嫡系軍隊中的黃埔將領們都還在，江浙財團也還認他，陳果夫兄弟把持的党務組織也還沒有散掉。也就是說，蔣介石的實力還是穩穩的。而且一回來他就辦了件大事。1927年12月1號，蔣介石在上海與宋美齡結婚。宋美齡背後是宋慶齡、宋子文和孔祥熙。宋慶齡是孫中山夫人，這可以讓蔣介石跟孫中山的政治關係變得更加親密。而宋子文是財政部長，孔祥熙是大財閥。這樁婚事讓他和江浙財團的關係又多了一條血脈紐帶。而且宋家是虔誠的基督教家庭，宋美齡本人從小接受的是美國教育，和英美世界有天然的聯繫。蔣介石為了進入這個家族，也開始接近基督教，後來正式受洗。對一個早年混跡上海灘、拜過黃金榮門下的人來說，這幾乎是一場政治身份的全新包裝，從一個江湖人物變成了一個可以被英美社會理解的基督徒領袖，這讓他和英美這些國家打交道時方便太多了。在結婚的同時，蔣介石還跟汪精衛聯手，把桂系弄得兩面受壓。然後廣州又爆發了共產党領導的起義，局勢混亂，各派都需要一個能穩住局面的人。於是1928年1月，國民政府通令恢復蔣介石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務。此後北伐繼續推進。同年6月，北伐軍進入北京，張學良宣告東北易主，全国民意統一。到了10月，蔣介石就任國民政府主席兼陸海空軍總司令，黨政軍三權集於一身。那個當年在浙江小鎮長大的落魄年輕人，用了將近20年，終於站上了這個國家權力的最高位置。但蔣介石主導的國民黨政權從一開始就帶着一個致命問題。過去幾年裡，國民黨之所以能從一個鬆散的文人政治同盟突然爆發出推翻北洋軍閥的巨大破壞力，靠的絕不僅僅是黃埔軍校的幾千條槍，更有孫中山晚年通過聯俄容共铸造國民黨基層的社會動員能力。在湖南、湖北、江西和上海的基層支部裡，有成千上萬懷揣着社會革命理想的年輕黨員、農民骨幹和工人領袖。正是這些人在兩湖組織起幾百萬人的農會，在前線為北伐軍運送彈藥、偵察敵情。也是這些人在上海發動3次工人武裝暴動，在北伐軍進城之前就癱瘓了北洋軍閥的後方。這種組織方式對傳統社會秩序的破壞力極大，也讓地主、商人、銀行家和地方士紳感到恐懼。但必須承認，它也讓國民黨第一次真正擁有了深入基層、撬動全社會的能力。4·1·2清黨之後，蔣介石殺死了國民黨內部的共產黨肉體，
但也徹底破壞了國民黨的基層動員網絡。根據相關統計，清黨前國民黨普通黨員約60萬人，如果加上軍隊黨員和海外黨員，總數超過100萬。經過清黨到1928年3月，普通黨員只剩大概22萬人。當然，從後面的歷史來看，國民黨沒有變成中共那樣的總動員型政黨，能夠滲透到每一個村子、工廠、學校和家庭，未必是壞事。因為那種政黨一旦掌握國家，帶來的不只是組織效率，也很可能是对整個社會的徹底碾壓和摧毀。真正的問題在於，蔣介石既沒有讓國民黨繼續走向極端革命動員，也沒有把它帶向現代憲政和法治，他選擇的是第3條路。後來填補國民黨基層空缺的，不再是那些為了革命熱血沸騰的年輕人，而是大批在北伐中投機倒戈、宣布效忠南京的舊軍閥、舊官僚和地方實力派。國民黨看上去終於統一了，蔣介石也終於登上了黨國權力的頂點，但這個黨卻變成了一個高高在上、依靠軍隊、財政、特務和官僚系統維持運轉的威權政黨。蔣介石的上位不只是一個小人物爬上權力頂點的故事，也是國民黨從革命政黨變成黨國機器的開始。我是曹操說，真相比黃金更珍貴，我們下期見。